不是说会有很多个以后？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？关于你，关于我们一家。我会在这里傻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。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。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，多美丽。哎，那我这道题错哪儿了呀？你自己再看看，好好审审题呀。x 平方加 y 平方。哎，那我这道题错哪儿了？这个昨儿老师不是讲过吗？你上次偷偷找躲了，我就没跟你计较。你要是再骚扰我们家人，我就把雕像的事告诉吴比。你仔细看一看他们之间的距离。AD 距离大于 CD， 请问 ADC 为矩形，所以 AM 等于 AMB 等于2，又 AD 等于2。那我这道题哪儿错了呀？他怎么给我打电话了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们家的店筹备的怎么样了？你说什么？对那个地段还满意吗？比量一下啊！哎呀，太大了，大了是吧？大了，换一个。这不行。这个打卤面，哎，打卤面，哎，咱家特色。哎，这也行，行吧？就有点高了。这样，跟这边平着。平着太矮了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再高一点。哎，再高一点，跟它对齐就行，是吧？
子，儿子，你怎么来啦？我想问您点事儿。哦，好啊，你吃晚饭没有？妈请了个特别好的厨子，走，咱们边吃边聊啊。来，老苏啊，哎，饮料不多了，得去劲了。好，酸梅汤多来点啊，夏天卖得快。得嘞。妈妈，我和哥哥一起买了天文望远镜。天文望远镜能看到星星的那种吗？对啊。哎，怎么就你们俩呀？苏玉呢？他说他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哦，儿子，你尝尝这肉丸子，做的特别香，还有这排骨，多吃点啊。哎，这个吃啊。关于吴比他妈去世的事儿，您知道多少？妈要说一点都不清楚这件事儿，你能相信妈吗？儿子，你那么聪明，你动脑子想一想，妈妈当时是什么身份？说难听一点，就是个卖唱的。可吴比妈妈又是什么背景？我敢去招惹她吗？再说了，老吴当初要是跟我有点什么，他也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险去得罪他娘家人，还跟自己亲生儿子结下这么大的仇啊！那看来你爸对你妈娘家人还是挺好的。放屁！当初要是没有我大舅帮忙，他连这公司都开不起来。我爸能有今天啊，都靠我妈娘家人的扶持。更何况，我跟老吴当初真的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吴比会跟您结下那么大梁子，没什么他会记恨您那么多年。我要跟他有什么，他怎么能6年以后才娶我呢？我要真有那个让他抛妻弃子的本事，他会现在成天不着家？先喝口水吧。好。这么认真研究个彩票，当正事儿干了。正在兴头上。算账啊。今天效益不错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好亮啊，哥哥。来，给我看看。哥哥，你想妈妈吗？为什么想问这个呀？因为我听说每个人死后都会变成一颗星星，你知道哪颗是你妈妈吗？我知道，我很早就标记了，每次只看那一颗。那我也给我爸爸标记一颗。你还想他呀？不是，我就当做他死了。老师说过，人活着要有价值。有的人活着，但是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但还活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哥哥要坚强。来，哎，你可真是我的小天使。看，来，走，看那个。你今儿干嘛去了？给韩波狂送 MP3。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？同学们都说我是面瘫，你竟然能看出我有心事儿？那是因为他们的目光放在你脸上的时间不够长。问你一件事儿，关于你父母的，你介意吗？如果别人问，我会介意，但是你，我不会。你
你为什么这么笃定？我妈是第三者。我爸妈关系一直很好，直到我爸认识你妈，他们就开始吵架。到我妈去世的前几天，我还听到他们说要离婚。离婚？谁提出要离婚？我妈。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呢你？我说，你们离婚吧。我不同意。你们为什么要离婚？大人在说话，你小孩瞎听什么？出去！是不是因为那个女的？你是不是有了外遇？你听谁胡说八道的？公司员工，他们都这么传。你。你好，请问你找哪一位？我找那个肖。别拦，别拦，那是我儿子。啊，你好，胡太太。你怎么骑这个车来了？你说要来，我叫人派车去接你啊。来，我来推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来吃点水果。今天主动来找妈，妈心里特别高兴。您为什么不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？为什么要重新装修啊？这不挺好吗？而且这的家具都那么值钱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只是觉着，这是人家曾经恩爱生活的地方，没有一件属于您的东西。您生活在这儿难道不难受吗？还是说，您就喜欢霸占别人东西的感觉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妈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霸占谁，我以前霸占不了，现在不也霸占不了吗？你以为我不想重新装修吗？可是我能吗？这儿的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主人，每个家具都有自己的故事。老吴就这点念想了，我要是给换了，他就更不想回这个家了。您何必这么卑微呢？因为我是真的很爱他。你自己先画画，我去歇会儿。哟，这一天到晚挺忙啊，约你蹦床都迟到。怎么不下去蹦啊？我没玩过。哎，这有什么玩没玩过的？瞎蹦就行了。哎呦，我这2天不是看你愁眉不展的吗？所以约你来这个解解压。啊，我有吗？你没有吗？嘿，走。嘿，你说我们2个要有你保护我，无论多么危险，你都不会走的。我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对我的承诺，不会丢下我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同遨游。
你为什么总是揪着这件事不放呢？我想找到一个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吴比他妈妈去世的真相。你是想证明妈妈是清白的，对吗？您想多了，我只是不希望吴比每天因为这事耿耿于怀。我知道，你是很关心妈妈的，对吗？我并不是冷漠，也不是有意图，只是不善表达，只好一直沉默。我明白，你不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更是一家人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同遨游，在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。我和老吴是在一场酒会上认识的。那时候妈妈全国到处跑，后来到了海南一家歌厅做驻唱。有一次老吴去海南出差，到了我们歌厅。那天我唱完一首歌以后，他就主动找我要了联系方式。他一眼就相中您了？我当时也这么想，幻想他是不是对我有想法。后来证明我多想了。他之所以要我电话，是因为那天我唱的那首歌是他前妻最喜欢的歌曲，所以他想邀请我在他前妻生日会上为他献唱。原来是这样。什么样？没什么，还以为他是故意勾引人家丈夫才学的同一首歌。后来他前妻想送一份礼物给我作为答谢，还带我去了他的房间，满屋子的雕塑，全是艺术品啊！我想到你的生日快到了，所以就偷偷找你爸要了你的相片。就这么简单？你们俩私下没有联系？有是有，但都是正常的交往。不过我承认，我对老吴一开始是有私心的。可是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一个人无依无靠，眼前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男人，是很难抗拒他的魅力的。他英俊潇洒，事业有成，为人又那么亲和。你说哪个单身女人会对他没有想法呢？可是当我看到他前妻是那么优秀，为人那么正直，我就彻底死了那条心。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机会介入。你们俩要是没有什么，那公司的那些流言蜚语又是怎么来的？什么流言蜚语啊？我听吴比说，他妈去世那段时间，他爸和你在公司的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。那段时间我刚回北京，找不到事儿做，所以就委托老吴帮我找了一份前台的工作，就在他的公司。他前妻是知道的，后来还帮我打抱不平呢。公司老员工都知道这件事情。再说了，你想想，老吴当时要是跟我有点什么，他前妻也不会送礼物给我呀。既然没什么，那他们当初为什么闹离婚？闹离婚？怎么可能？绝对不可能。说实话，老吴和他前妻，但凡有一点感情芥蒂，我心里都能好受一点。老吴对他前妻的爱是无法撼动的。你知道我有多妒忌他前妻吗？我到现在都觉得，老吴爱的人依旧是他，
不是我。难道吴比听错了？不过那段时间公司出了大事，各部门人人自危，就连我一个前台都能感受到那种紧张气氛。也有可能是公司的事情让他前期上了头，才会发生那起交通意外。出了什么事儿？还能查到吗？这属于公司的内部机密，一般人是问不到的。我要是去问老吴，妈，你叫我什么？儿子，你说，妈什么事都愿意为你去做。好吧，同学们，那么咱们这节课呢，来讲一下这个电阻和电压之间的关系。如图所示啊，这个 R 为电阻箱 ，V 为理想电压表。当电，您说你们当时没什么，那后来是怎么在一起的？老吴前妻去世那段时间，他内心很脆弱，身边不是官商就是亲人。公司还有一大堆棘手的事等着他，连个发泄渠道都没有。可能就是因为我太过普通了，所以他才可以毫无防备地向我吐露心声。那段时间我们俩说的话，比结婚这半年来说的话还要多。6年来，我经常给他发信息，安慰他，鼓励他。也许是被我的诚意给打动了。电源的电动势 E 和内阻 R， 哪位同学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？我咋从来没见你举过手呢？因为我举了，他也不会叫我。嘿，所以这就是你肆无忌惮走神的理由吗？王超，你上来给大家讲一下。我为了能和老吴多聊上几句，这段时间一直在看经济相关的书，还专门报了课，也跟他公司几个骨干有了来往，也许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信息。粒子打在荧光屏上的位置，距 O 点多远处？这道问题，哪位同学给大家讲一下？妈找到当年的出事档案了，中午见面吧。苏玉，你给大家讲一下吧。射粒子从 A、B 间射出时的速度为 v， 则有 QU 等于 mv 方。射粒子离开偏转电场时，偏离原来方向的角度为 phi， 偏转距离为 y。哎，我咋就没长这么个脑子呢？算了，我都已经有这么一张帅脸了，要再长这么个脑子，这整个东北都得被我拿下。中午吃饭不用等我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真的不舍得这件事情这么快就查清楚。为什么？查出来您不就清白了吗？我清不清白不要紧，重要的是能跟你多说上几句话。这么多年，咱娘俩说的话还……行了行了，别煽情了，赶紧说正事儿吧。你看，这事其实挺简单。老吴当年的医疗设备公司发展势头很猛，眼看就要上市了，可是，在关键时候出了大事，供应商把一批有问题的仪器混入了老吴的公司，后来这批仪器被应用，手术台上出了人命。新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。对，就是这家供应商。
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？后来判定责任人是他前妻，当时他是公司副总，掌管着公司的方方面面，医疗设备采购环节严谨，必须由他亲自审批。他前妻后来承认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才接下这个大单子。本以为故障率那么低，不会出什么事情，谁想到，我听吴比说过很多关于他妈妈的事儿，感觉他妈妈的性格和家世，不像是急功近利的人。也许他是想帮助老吴的公司早日上市吧。反正最后判定事件责任人是他，后来他出了事故，这件事情才算平息。这也太巧了吧？是啊，所以老吴这么多年一直耿耿于怀。我要上课了，先走了。你快去吧。这资料我可以带走吗？你拿走吧。好。其实这件事你可以去找一个人。谁？莫仁和，他是吴比的二舅，也是当年采购部的负责人。但自从出了那件事啊，莫总就离开了公司，也跟吴总断了联系。那你有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吗？这个嘛，有倒是有，但是我不建议你去找他。他这人脾气很怪，因为他妹妹的死，他跟老吴彻底断绝了来往，而你是他的。朵朵干什么呢？做作业呢。要不要我教你？别吵。这本书我要拿回去了，你以后不能再看了。你拿走吧，我早就看完了。宏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。干什么呢？一个人在这儿？我看还不赶紧去练舞，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。走啊，快走啊！啊，好。走。哎呀。6年前出事儿的那段时间，正好公司蒸蒸日上，唯一的竞争对手宏盛公司，也在他的挤压下，市场份额大幅缩水。但是自从那件事之后，宏盛公司又起来了，他们又是同一个供应商，会不会其中有什么？我这有一本小说，要不要看一看？没工夫，不想看。这是中了什么邪？连小说都不看了。米拉，米拉，你是多么美的花，米拉，米拉，你是我最难舍的夏。
你总是有很多的想法，偶尔还没那么的听话，可正是你带来了牵挂，才有完整的家。从今天起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我这一生的珍宝，因为有你在我身旁，一切都变得美好。从今天起，每一时每一刻都像是生命里最幸福时光，无论你在